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廖天恩的灵符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了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
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，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……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报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，师祖，师祖。还活着，吓死我了！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差点要疼死了。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虽然我总叫你老板，但其实如果能选，我不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，你应该是个大坏蛋。可就是你这样的大坏蛋，在这个世界却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。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你的血啊！趁现在让我杀了他，无怨后悔。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这种伤对于修仙的人来说，不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吗？可我看着胸口的伤，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啊。我的体质比较特殊，
伤口很难痊愈。这种弱点您告诉我干嘛呀？告诉你又如何？这点小伤，又能奈我何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比 king 人设呢？什么是 B King 人设？就是您这样的，老是一边开大一边吐血。看我受伤，你有些紧张。有吗？对了，您怎么给我解毒的呀？你喝了我不少血，又吃了血凝花。那个传说中一片能增长1000年修为的血凝花。哦，可惜都没尝到是什么味道就昏过去了。不过司马教还真是大方啊。你的修为如今已到了化神期，如何？想杀我了吗？不想。还想长修为吗？不想。那想离开我吗？不想。等等，不对，为什么最后一个答案是不想？我已经被吃喝玩乐的生活腐化到这种程度了吗？算了，他是为救我才这么累的，当个抱枕就当抱枕吧。神仙的感觉这么快乐呀！不要随意乱跑。我在白鹿崖，别人的神识不敢靠近。出了白鹿崖，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虎视眈眈。凭你如今的修为，出去碰上任何一个，便会立马陷入池淀。神识就是刚才那个呀。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我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不够真切。可今天被司马教这么一番操作，修为大涨，竟然有了置身修仙世界的真实感。原来学术法这么好玩啊！还能玩点别的什么呢？来。都化神期了还那么弱，随便一拦就被打下来了。那我刚学术法嘛，自然比不过您这个学了500年的学霸呀。学霸又是什么？不过就算再给你500年，你也比不过我。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！我真的是膨胀了，竟敢公然骂他了。你敢骂我是鸡？不是，小学鸡在我们那儿是一个夸人的说法，他是说您很可爱，很惹人爱。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哎，是啊，我现在哄师祖的本领可算是炉火纯青了。那既然修为大涨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个水疗 SPA？你为何把水捏成一团敷在脸上？我做面膜呀。我之前修为弱的时候，面膜老容易掉，现在修为增强了，面膜也可以贴在脸上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
我这点灵力还是只够做美容的。师兄说这个是治跌打损伤的，不一定对症吧，但是用来做个创可贴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趁师祖没醒，再出去玩玩，闹不出白鹿牙总行了吧？500年了，这是我第一回有了片刻的睡意，是因为他吗？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，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，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
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，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白烂，快乐至少一半。本来就烦，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完蛋！疼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朋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，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这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！爱娃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司马昭说你也是庚辰仙府的弟子，那你下次不许再给我浇水了。我不给你浇水，我老板那儿怎么应付啊？你不是他的女人吗？还需要花心思应付他？我请问你是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能带到这里的，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女人，就是他的女人，有什么不对？这逻辑鬼才！司马娇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用你们的血供养凤山灵府，本就是司马氏的宿命。你别以为将我练出了分身便能摆脱我。我们同生同死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那魔域艰辛，被我缓解了不少灵火带来的灼烧。或许，我可以强行破除封印。蛇兄，这彩霞好美啊！我们过去看看，发散一下思维。仙家的旅游景点，派头就是不一样啊！师兄，怎么啦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看着叫人有点喘不过气来？
司马娇，你疯了吗？你明知这封印无法强行破开。看着像个封印，难不成跟师祖有关？我知道那丫头为你缓解了灵火灼痛，可这是八宫血脉一起结成的封印，任何人都无法突破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娇，你看，我就说不行吧。你试图突破封印的次数越多，你体内的钉子就会扎得越深。别白费力气。闭嘴！师祖在这儿待了500年，难不成师祖不是在这儿闭关，是被封印了500年？那师祖不是伏地魔，他是孙悟空啊！难怪他睡不着觉，还喜欢发疯，天天被这样关禁闭，不疯才怪了。哎，我想到怎么讨老板欢心啦！师祖，师祖，师祖！师祖，怎么是你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你能随意进来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知道了，师祖您有烦心事，想看有没有机会讨好您。我能有何烦心事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让我开心。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真是可笑，你这些雕虫小技，对于我而言，好美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让您凉快点？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
了夏雪，你的修为还能为你做很多事。新月夜就要来了，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修为被压制，日日遭受折磨。司马交果然有弱点，此事须得尽快告知公主。且慢，三圣山只进不出，如若我们以死脱生出山传信，难免会引起司马交怀疑。何况那廖廷彦日日待在中心塔内，我们必须要让廖廷彦离开司马交，以免破坏新月夜计划。就凭他的修为，还成为不了我们的阻碍。现在是不会，如若他跟随司马交修炼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一箭双雕，金蝉脱壳。惦记司马交的大有人在，星之宫不就有一个吗？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四时之宫的弟子廖廷彦，很快就要搬入内殿了。前不久才得到师祖青睐，竟这么快与师祖同住，这个女修到底做了什么事？要是被她抢了先，咱们星之宫可就……哪能由她肆意妄为？我们走。蛇兄，看我用我神乎其神的画技，还原出了你的威风凛凛。哎呀，还生气了呢？你相信我，入林这个人很看重朋友的。下次见面，我替你跟他求求情，他就会把蛇心还给你了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不潜心侍奉师祖，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纳凉作画，这是对师祖不敬。不必与他多说，做正事要紧。我没得罪你们吧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行不行啊？少废话，姐姐，快！今日我就来替师祖教训一下你。我就想做条咸鱼，这么难吗？他们把廖廷彦抓走，是想利用他来逼我出手。他只是一个魔域奸细，若是能活着助我完成大计，伤便伤了，与我何干？都说过我没所图了。再说，我怎么敢打师祖的主意？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一定是你用什么术法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师祖清理门户。一个普通的3灵根，怎会如此难对付？姐姐，我们这样强行运功是会损耗元气的。事已至此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这怎么使啊？好疼！成功了，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妹妹，趁现在让我们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
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师祖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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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容易日子有些趣味了，都被你们毁了。你为何杀他？师祖，他拜入四时之宫才没多久，且修为甚低，而我是来侍奉您的，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祸害留在您身边呢？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是来成为师祖的侍妾的，我要得到一个司马家返祖血脉的孩子。一旦凤山一族的血脉有了继承人，我们将困杀师祖，夺取灵火，为庚辰仙府解决一个大患，而我们星之宫就能成为庚辰仙府的主人，而我就能成为下一代公主。那你呢？又是来做什么的？我讨厌云溪月，我是来抢夺他机会的。怎么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这些没长进的套路？返祖血脉1000年都未必能孕育出来一个，我一死，整个庚辰仙府都完了。什么公主，什么卖主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我一起死。明白吗？师祖，我……如此。只差最后一步了。看来还得再费些心思，教他如何杀人。停业！师祖，庭燕她这是怎么了？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
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化恋。追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魂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化恋。追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追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。
不然石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嗜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啊！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檀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。哼，贪心的人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
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，滚！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族啊。你的脾气为何总是如此之坏啊？胡说！你来的时机总是不对而已。他怎么和师祖一样用血供养灵火啊？那我明日来时，能否遇上你脾气好的时候呢？我又不曾向你们发火，谁让你们那些司马氏族人总是惹我心烦？原来他是师祖的族人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前的白鹿崖。司马鄂，你莫要再执拗下去！我不愿嫁，我绝不嫁。延续凤山一族的纯粹血脉，供养灵火是我们司马氏的使命。那我应该尽的是他的记忆。我并不爱他。胡闹！家族使命岂能用儿女情长来衡量？你与司马氏同宗但不同脉，生来便肩负着延续凤山的重任。成婚一事合理合智。你们想逼我成婚传嗣，肯定又是那八大宫的主意。你看我们如今，哪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？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关乎着庚辰仙府的繁荣与安稳。鄂儿，你就别再固执了，滚出去！再不走，我烧死你！太惨了，婚嫁不能自主，还要被 PUA 背负起一族的兴衰。不过，八大宫怎么还干逼人结婚传嗣的事儿？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可如今，师祖依旧在供奉灵火。婚礼啊，他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明明结婚应该两厢情愿，是美好的事，现在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司马石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蕴养灵山之火。八大宫真是让人恶心，难以想象。当年司马一族竟然被八大宫如此欺凌。这又是哪里？不哭啦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，那这两个人是师祖的母亲和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，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，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
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！死了。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鄂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小火苗，救我！开！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好了，
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揭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八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啊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做着蛇兄偷偷去见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，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八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八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八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
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诗千缕吗？诗千缕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诗千缕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凤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八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诗千缕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诗千缕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诗千缕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诗千缕的伪装而已，他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的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还有客房服务，这傀儡人不就是机器人吗？这皮肤质感跟真人一样。你们能再帮我拿点首饰跟鞋子吗？给不给拿呀？终于明白什么叫快活似神仙啦！现在大家都以为我是老板的心腹，他出山的时候那么嚣张，我要离职了，大家找我泄愤怎么办？而且师祖他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吧，但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他救了我那么多次，再说我还要靠他给我镇痛呢。我还是先不要想离职的事儿了。师祖，您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好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师祖，今日您拿出来那血凝花，他们似乎很想要。可是您不是说过，血凝花需要您的血才能用吗？否则人就会炸掉。可是
今天那些人，他们都没喝过您的血，就算得了血凝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我的血，是凤山一族的血。凤山一族不是只剩下您了吗？是啊，司马氏的人死后只剩下一颗骨珠，尸体却留不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司马氏的血肉都是能增进修为的良药，会被庚辰仙府那些家族分割。照今日这些人敢抢夺血凝花的行径来看，在场的弟子都曾喝过我司马氏族人的血。受不了了。这魔域间隙倒是比仙府许多人正派，稀奇的很。算了，管他是哪里的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，有违道义。将血凝花和张一千年之死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廖廷烨廖廷烨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司马娇这人
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。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